确信，我们在巴勒斯坦所认识的上帝早已离开巴勒斯坦，而这个上帝，他同样是这个世界的难民。今年11月7日，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，加沙连日来遭到以色列大规模军事报复，医院、难民营无一幸免，至今已造成万人丧命。据报道，每10分钟有1名儿童被杀。此举引起世人，包括联合国以及以色列坚定盟友美国的关注。联合国说，加沙地带230万人口中有超过140万人流离失所。加沙的人道危机令人想到以色列建国那一刻，正是巴勒斯坦人被逼离开家园的开始。这一篇1962年发表的小说，以儿童的双眼通过巴勒斯坦的象征橙子，道出这曲没有结束的世纪哀歌。这个视频将分3个部分：小说朗读、作品欣赏、作者充满斗争的一生，来展开这出悲剧的序幕。1. 小说朗读：悲伤橙子地。作者巴勒斯坦作家加桑卡纳法尼。当我们从雅法离开去往阿卡时，我并没有感到难受。这就像从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度假，有好几天没有任何痛苦的事情发生。这次搬家使我能够从学校解放一段时间，因此我很高兴。但当阿卡受到袭击时，事情开始变得不同了。那个夜晚对你我都很艰难。女人们在祈祷，男人们痛苦地保持沉默。我和我们这个年纪的所有孩子都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。但那天晚上，我们开始整理这个故事的线索。当以色列士兵发出威胁和诅咒并离开后，一辆大货车停在了我们家的门前。几件家具，主要是床和毯子，被扔进了车里。我背靠着老房子的墙站着。当我看到你的母亲和你的阿姨，而后是小孩子们进入那辆车时，你的父亲把你抱起来，把你扔到家具上。接着，他用同样的方式，他把我举过头顶，扔进了车顶的铁箱子里。你的兄弟瑞阿德坐在那里，一言不发。在我还没坐定之前，车就开始动了。阿卡逐渐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，随着上坡，我们穿过那条通往拉斯安纳库拉的蜿蜒之路。天空多云，些许寒冷的空气让我感到凉意。瑞阿德静静地坐着，双腿搁在箱子上，背靠家具，凝视着天空。我坐在那里，沉默无言，双手环抱我的膝盖，将下巴置于双腿之间，沿路都是成员。一种恐惧与焦虑的感觉在大家之间传开。车在湿润的土地上行驶得很吃力，从远处，我们听见了枪声，仿佛在向我们告别。当拉斯安纳库拉出现时，车停了下来。女人们从车上的物件堆上下来，走到蹲在一篮橙子旁的农民那里。他们捡起橙子，我们听到他们在哀叹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橙子何其珍贵，它们在我们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。女人们买了这些水果，然后回到车上。你的父亲伸出手，拿起一个橙子，默默地看着，而后突然哭了出来，就像一个悲惨的小孩。在拉斯安纳库拉，我们的车停在了很多其他的车旁边，男人们把他们的枪交给了警察。当轮到我们时，桌上早已堆满了手枪和机关枪。我看到一长串的车队进入黎巴嫩，把他们身后那片橙子之地远远地留在了身后。我开始哭泣，你的母亲仍然安静地看着那些橙子，在你父亲的眼中映照着那些他为以色列人留下的所有橙树，那些他一棵一棵亲手种植出来的绿意盎然的橙树，种种景象在他的脸上熠熠发光。而当面对警长时，他也没能止住眼中的泪水。当我们在下午到达塞达时，我们成为了难民。道路吸收了我们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事物。你的父亲顷刻间变得苍老，他看起来好像很久没有睡过了。他站在被扔到路边的物件中间。我知道，如果我在这时出生，他便会在我的面前大发雷霆。你那该死的父亲，该死的你。他脸上清晰地写着这2句诅咒。即使是我，一个在天主教学校长大的人，在那一刻都怀疑上帝是否真的想让他的子民喜乐。我怀疑上帝是否真的能听到和看到一切。所有那些描述上帝爱着世人，对他们微笑的画像，在我看来都是谎言。这与那些建立学校并为此收取额外费用的人所说的其他谎言无异。我确信，我们在巴勒斯坦所认识的上帝早已离开巴勒斯坦，而这个上帝，他同样是这个世界的难民。他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而我们这些坐在人行道上的难民，
正在等待一个突然来临的救星能够为我们找到一个解决方案。当然，我们有责任为自己找到解决方案，我们同样也有责任为自己找到一处庇护之所。此刻，痛苦袭击了这个天真少年的大脑。夜晚是那么的可怕，黑暗逐渐降临，我十分害怕，想到我要在人行道上过夜，我的内心充斥着可怕的噩梦，没有人在那里安慰我，我找不到任何人可以求助。你父亲的冷硬沉默让我的心更加恐惧，而你母亲手里的橙子点燃了我的胸口的火焰。每个人都沉默着，每个人都盯着黑暗的道路，希望从某个角落出现某个救星，带我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然后命运来了，他以你几天前到达这个城镇的叔叔的形式出现，他是我们的救星。你的叔叔不是一个真正有品德的人，当他发现自己在马路上时，他变得更加野蛮。他去了一个犹太家庭居住的房子，打开门，扔掉了房间里的东西，对他们大喊，滚去巴勒斯坦。当然，他们没有去巴勒斯坦，但是被他的沮丧和愤怒吓倒了，他们去了另一个房间，让他有了一个屋顶和地板。你的叔叔带我们到了那个房间，我们与他的家人和他的东西挤在一起。我们睡在地板上，被男人的大衣盖住。早上醒来时，男人们还坐在椅子上。悲剧开始渗透到我们的身体，全身上下。我们在塞达没有待很久，只有3天。你叔叔的房间甚至不够我们一半的人住。你的妈妈要求你的父亲要么找到一份工作，要么回到种植橙子的田地那里。你父亲在他面前大发雷霆，他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。然后我们家庭矛盾突然而然的降临。我们曾经是一个快乐亲密的家庭，但这一切已经随着橙子园、老房子和烈士们一起消失了。我不知道你父亲是从哪里得到钱的，我知道他卖了曾经为了让你母亲开心而买给他的珠宝，这曾使他为他感到骄傲，但是这些珠宝不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还需要其他资源。你父亲借了钱吗？他有没有卖掉一些他没有告诉我们他带走的东西？我无法确定，但我仍然记得，我们搬到了塞达的一个郊区。你的父亲坐在高高的岩石上，第一次微笑。他在等待5月15日，期待着胜利的军队归来。5月15日在一个痛苦时期后到来，正好在12点，当我还在睡梦中时，他用脚轻轻推了推我，用充满期望的声音说：起来，一起看看阿拉伯军队进入巴勒斯坦。我惊慌失措的醒来，我们光着脚穿过丘陵，一直跑到距离村庄1公里的街道上。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和老人都像傻瓜一样气喘吁吁地跑着。从远处，我们看到了驶向拉斯安纳库拉的汽车的灯光。当我们到达主街时，我们感到很冷，但你父亲疯狂的叫喊让我们忘记了一切。他像个小男孩一样开始追着车跑，他向他们挥手，他断断续续的叫喊，直到他上气不接下气，但他始终像小孩一样追着车跑。我们跟在他身边，像他一样大声叫喊。那些令人敬佩的士兵从他们的头盔下面静静地看着我们，我们都上气不接下气。你的父亲彼时50岁，可他仍然在跑，他向阿拉伯士兵们扔烟，他始终不停下脚步，于是我们像一群小山羊一样跟着他。接着，车队突然消失，我们只好筋疲力尽地走到家。你父亲变得沉默无言。当一辆经过的车用他的灯光照亮他的脸时，他的脸颊上满是泪水。那一天之后，时间过得很慢，我们被一条条通告和苦涩的真相所欺骗。沮丧和痛苦开始侵袭我们的脸庞。你的父亲发现自己很难再谈论巴勒斯坦，那些他在城园里的快乐日子，以及他的房子。我们成了构建他悲剧的墙壁。我们足够机智，早已知道他早上的叫喊背后的意义。去山上，中午前不要回来。我们知道他想分散我们的精力，让我们忘记吃早餐的需求。事情开始急速恶化，任何一件小事都足以引发你父亲的怒火。当我们中的某个人问他问题，他会突然跳起来，仿佛被电击了一样，而后用他的眼睛扫视我们。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滋生，他突然站起来，好像找到了解决他困境的方法。出于某种结束自己悲剧的力量感和一种即将采取灾难性行动的恐惧，他开始胡言乱语。他开始左右扭动，好像在寻找我们看不见的东西。然后
他跳到我们从阿卡带来的一个箱子上，他以一种歇斯底里的、令人害怕的方式将里面的物件倒了出来。出于女人的直觉，你的母亲似乎察觉到了他脑海中的想法。突然，他开始推着我们离开房子，叫我们跑到山上。我们违背了他的意愿，把脸贴着窗户，把耳朵贴在窗沿上。我们害怕地听见你的父亲说道：“我要杀了他们，然后自杀，我要完成它。我要这么做。”我们从门缝往房里看去，看见你父亲四肢摊开趴在地上，喘着粗气，咬着牙。你母亲离他有一小段距离，惊恐地看着他。起初，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当我看见他身边的黑色手枪时，我开始像逃离突然出现的幽灵一样快速奔跑起来。我离开了房子，向山上跑去。我跑得越远，就越觉得自己与童年渐行渐远。我开始意识到，我们的生活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，事情不再那么简单，生活不再是我们热切期盼的东西。事情已经到了这般地步，对头部开上一枪，成为一个父亲唯一能给予子女的东西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必须小心行事，表现得很乖。当你父亲谈论他的问题时，我们要保持沉默。我们再饿也不会索要食物。当他喊叫去山上，中午前不要回来时，我们会摇摇头并微笑表示顺从。那天晚上，当黑暗已经笼罩了房子后，你父亲仍然在那里颤抖着，像发烧一样。你母亲坐在他身边，我们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，像猫的眼睛一样。我们的嘴唇紧闭，仿佛从未张开过，仿佛它们是一种已愈合的老伤疤。我们在那里驻留着，从童年中抽离，远离橙子地。有个老农曾告诉我们，如果用异乡人的双手为橙树浇灌，他们便会彻底死去。你的父亲仍然久病在床，而你的母亲的双眼则被豆大的眼泪所侵蚀。我偷偷溜进房间，像个被放逐的流浪汉。我看到你父亲的脸暴怒般的颤抖着，同时我看到那张矮桌上的黑色手枪，放在他旁边的是一个橙子，那个橙子早已干燥而起皱。2. 作品欣赏。小说中的橙子代表了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，成为难民时留下的一切，以及巴勒斯坦人对家园的扎根，是巴勒斯坦人抵抗运动的一个象征。橙子最早的文学意象就是来自于这篇小说《悲伤橙子地》。这种由巴勒斯坦果农进行改良的产品沙漠地橙 Shamoti Orange 因其甜度高，易储存而成为巴勒斯坦的重要出口农产品。巴勒斯坦沿海地区都种植着橘子林，在1948年灾难日之前，橙子种植业就蓬勃发展。沙漠地橙成为巴勒斯坦民族的象征，因为它向世界其他地区代表了巴勒斯坦产品。1948年，犹太复国主义民兵占领阿卡、雅法和海法等沿海城市时，不仅占领了巴勒斯坦全部成员，大量果农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和土地，并在1980年时，该产品被以色列农业重新包装出口海外。这种巴勒斯坦特产的水果彻底变为以色列的水果，而首都特拉维夫雅法更被称为大橙子，用以纪念这种名为雅法橙 Jaffa Orange 的以色列水果。灾难日那一年，12岁的作者卡纳法尼随着家人被迫离开家园，离开橙子林，成为漂泊的难民。小说就是以儿童的双眼，通过巴勒斯坦的象征橙子，写下这出至今仍然继续上演的悲剧。这名巴勒斯坦作家、艺术家、记者、政治活动家加桑卡纳法尼也写过讽刺批评类文章和诗歌，但他说，抵抗文学并不意味着文学应该充满武器、口号和演讲。如果你写一个成功的短篇小说，这也可以是抵抗文学，说的正是悲伤的橙子地这样的篇章。3. 作者生平。充满斗争的一生。加桑卡纳法尼 Gassan Kanafani 1936年生于巴勒斯坦北部的阿卡城，父亲是一位律师，曾因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统治而坐过牢。1948年5月，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，卡纳法尼随同家人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，先后流亡到黎巴嫩和叙利亚，后就读于大马士革大学，曾参加创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，并主编目标杂志。加桑卡纳法尼经历了1948年的巴勒斯坦大逃亡和1965年阿拉法特发动的第一次反以武装革命。他目睹了那些逃往叙利亚和科威特的巴勒斯坦人如何流落四方，他们的命运成为他书写的主题。
1970年，澳大利亚记者理查德·卡尔采访了卡纳法尼，记者问他，为什么贵组织不与以色列人进行和平谈判？卡纳法尼回答说，你指的是投降示弱的谈话。这是一种把脖子架在刀刃上的谈话，对他来说，这个问题对于那些被迫背井离乡、活在饥饿中、遭遇屠杀将近20年的巴勒斯坦人民来说，意味着太多。正如他所说，他们甚至被禁止使用巴勒斯坦人这个称号。This is a people who is discriminated, is fighting for his rights. 卡纳法尼这番谈话在1970年7月8日，2年后的这一天，1972年7月8日，他在贝鲁特遭遇了以色列摩萨德特工的汽车炸弹。他的侄女拉米斯纳吉姆当时正在他的身旁，而他正担任着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发言人的角色。卡纳法尼在短短36年的一生中，共创作8部中长篇小说、20多部短篇小说集和一些剧本，作品大多以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政治事件为背景，反映巴勒斯坦人民渴望和平重返家园的美好愿望。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《阳光下的人们给您留下了什么》、回归海法，短篇小说集《这不是我们的世界》以及这部《悲伤橙子地》等。评论认为，卡纳法尼守护着自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身份，并为巴勒斯坦小说打开了创造力的大门，照亮了在他之后几代巴勒斯坦小说家的写作道路，使巴勒斯坦文学在阿拉伯和国际舞台上留有一席之地，并使他的作品以及他的名字成为永恒。